这简直是世界上太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们哪里种族歧视了？我不是和你坐在一起聊天的。天哪！你知道，在美国要绝没有一个白人敢这么说话。但是我觉得这中国贪官要注意啊，好歹每年取1块钱，要不然澳大利亚政府给您抢走了，直接嫖呢。我没去啊，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条街白天我过了一下，啊，说晚上会有上千的姑娘在那站着，然后1万多人在这儿那什么。到赌场里，反正一看就，哎呦，全是中国人，确实挺不好意思，在里边人山人海。澳大利亚参与近代的几乎所有的战争，开始登陆的时候是8国联军，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变成了9国联军，为大英帝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先令。大家想想看，这澳大利亚疯了。丛林中，澳大利亚军队遇见了日本军队中最善于丛林战、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台湾的原住民组成了叫高沙义勇队。从今天开始，澳大利亚的国策从此跟大英帝国脱开这种依赖关系。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译制片啊，这译制片里的这个译制的同志们特别喜欢把这个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地名人名，然后用特别洋的那种方式发音发出来。这发出来有的你就觉得还挺像的，但是有的发出来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就记得电影里说过，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罗伯特，然后就好多人就以为澳大利亚这英文就叫澳大利亚，出来说我要去澳大利亚，我的名字叫罗伯特，大家都听不懂了。这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中国人的普遍的中国人的印象中，你要让他说出，比如说5个、10个国家名字，他就一定会说到澳大利亚。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一个是因为它大啊，这澳大利亚这国家，你随便看世界地图，不管你眼睛怎么看，你都不会把这国家给绕过去，因为整个南半球就俩特大的国家，一巴西咱讲过了，一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比巴西小一点点啊，差不多中国、美国都是900多万平方公里，巴西800多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00多万平方公里，也是很大很大的。然后学地理，澳大利亚很重要，一个大洲啊，整个几乎就是这一国家，加上一点小的什么新西兰、斐济之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为什么熟悉澳大利亚？因为大家身边的亲人、同学啊，等尤其是大城市的啊，身边的人无论怎么拐来拐去，总有人在澳大利亚。再加上这个近年来吧，经常这个跟咱们国家来劲的国家越来越少了啊。以前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全世界国家都跟咱来劲，啊，全世界大概只有4个国家不跟咱来劲，就统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只有那么几个。北朝鲜那会儿都骂中国啊，说中国是修正主义等等，说古巴骂中国骂的简直跟鬼似的。卡斯特罗说我们的毛主席是一老年痴呆症患者什么之类的，竟然这么骂我们的伟大领袖啊！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只剩了什么阿尔巴尼亚、越南，后来越南也翻脸了，特别少这么几个国家。然后就是眼看着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来越多，敢跟中国叫板的国家越来越少，敢批评中国的国家，尤其这15年来，中国经济这样上去以后特别明显。以前咱们一会儿抗议这个国家是吧，这国家媒体骂我们，一会儿抗议。这2年大家看啊，越来越少。目前敢跟中国叫板的国家，说敢批评中国的啊，把中国激怒了的国家，已经跟30年前中国人民老朋友那么少了。30年前全世界就这么几个喜欢中国的，现在真正敢批评中国就只剩了澳大利亚啊、加拿大，偶尔的德国啊，德国是骂一会儿拍一会儿啊，骂完了就拍了好挣点钱啊，坚持敢骂的就越来越少，所以就这么几个国家还敢。所以澳大利亚又经常出现在这个负面的新闻上，说澳大利亚总理又说什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大放厥词，如何。所以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好像很熟悉，但是其实你再问他一点说关于澳大利亚，说你熟悉这个国家吧，说熟悉澳大利亚，但是你真的问他澳大利亚的事儿，他真的也不是很清楚。还不像美国真能说出一堆州名字了啊，加州、纽约州什么这州那州啊，英国还能说出一些城市名字来，伦敦、爱丁堡等等，还是皇家什么王子叫什么大家都知道，王妃叫什么都知道啊。关于澳大利亚，大家说俩澳大利亚州名出来听听，还真不知道。这城市知道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年纪人都经历过那伤痛。就是1993年的那一天，我记得特清楚，我正在一个钢琴家叫林海家里坐着，
然后我们俩就看电视上直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说，2000年奥运会到底归谁？在那之前啊，我们国家的媒体是这样的，只说赢的事儿，不说输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没输过。所以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我那时候也不幼小，也24岁了。但是在我24岁的心里，中国就没输过，从来就没输过，永远就是只要看到的中国就是赢了，啊，从重返联合国开始。结果那次我们就觉得肯定赢啊，都习惯了。我天朝上国还会输吗？而且当众输，当着全国人民面输的，这不可能。然后萨马兰奇还先说了一句感谢北京什么的，然后哇外头还欢呼，也可能没听清楚说为什么说出北京，以为北京中了呢，欢呼一通。最后说悉尼，然后一看哇，几个很白很白、很胖很胖的人站起来欢呼，然后中国没欢呼。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澳大利亚城市的名字，就是第一次在电视上直播着看到说我们中国伟大首都北京居然输给了一个边陲小国啊，面积虽然大，人口很少啊，澳大利亚2000多万人口，悉尼400多万人口，相当于说北京输给了贵阳，那绝对不行啊，所以大家比较熟悉悉尼，其他的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所以今天开始啊，跟大家好好聊聊这国家。首先咱们的规矩啊，每到一个国家先说观感，然后说历史，然后说说观点啊，先说说观感吧。首先这个第一个观感就是，英国人真会找地儿，一看这悉尼，这简直是世界上太得天独厚的地方。啊，这最大俩城市啊，一悉尼一墨尔本。墨尔本是得天独厚，地下有黄金，啊，悉尼是得天独厚，地上有黄金。这地上这地形相当于就是黄金。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港口，如果排前几名，悉尼必排进去。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巨型的口特别小、肚子特别大的大海湾。就是凡是这种地方，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又没有大河入海。我就说英国人真会找地儿。啊，美国也好，咱们讲过美国这块地方啊，这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咱也讲过，整个奥克兰也是伸进去的一个大海湾。这些好地儿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叫英国给占了。这西班牙、葡萄牙找了半天，真没找着这么好的地儿。这第一个观感。澳大利亚真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国土的宽度相当于伦敦到莫斯科的距离，面积和美国本土相近，人口却和德克萨斯州差不多。不仅人口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85%的澳大利亚人居住在离海岸线50公里以内的地区，内陆是大片大片炎热干旱的沙漠，绝大多数地方都非常缺水，冰桶挑战什么的想都别想。澳大利亚也是个非常毒的地方，海域有毒生物和内陆毒蛇都非常多，全世界最毒的水母和最毒的蛇都在这里，一些蛇10毫克的毒液就可以杀掉100个人，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澳大利亚是这样子的。澳大利亚的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农村则是相对偏内陆一点。澳洲的农民很多都是正牌土豪，不少农场主都是开着私人飞机放牛。澳大利亚的各州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比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等于一个奥地利，而北领地的经济总量差不多只等于尼泊尔。经济水平这么悬殊，不知道澳大利亚的各州人民会不会也搞地域歧视呢？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啊，这澳大利亚是比美国要富的国家，就是人均的 GDP 啊，人均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啊、指标、收入，包括他们的工资都比美国高啊。所以实际上，当然看着我们是因为习惯了啊，就脑袋老觉得美国好像世界最强大啊。其实澳大利亚是一个比美国还要繁荣富强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均下来啊，所以拿眼睛一看，整个这个澳大利亚是非常非常发达啊。这先说好的地方啊。人啊，各方面我觉得比美国要干净，这是首先的一个观感。当然了，一会儿要说重要的原因啊，因为美国实在是多民族、多种族、各种各样的融合的，确实有点太多，导致这个大家的文明水平不太统一。所以美国你去大城市看，脏了吧唧、乱了吧唧，经常看到这样。然后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城市来看，所有的乡村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都很好。然后到大城市来一看，真的是在大城市里很少见的干净漂亮。悉尼属于这种做饭好吃，我在这里的唐人街也好，这个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地区也好，吃到的饭应该堪称因为我是那么爱吃的一个人啊，到全世界各地这个以吃为主，以看为辅。
然后堪称我吃到过最好吃的中餐，以及西餐做的也是世界顶级水平，啊，所以我觉得移民国家有这个好处，啊，非移民国家只能靠基因。说您这民族会做饭，您就会做饭了，意大利、西班牙。说您这民族不会做饭，您这民族就不会做饭了，英国、德国，啊，去了以后就明显的这种感觉。但移民国家有好处，就是我繁荣富强，我有绿卡，我缺什么，我就拿绿卡吸引什么人来。那厨师也一样，人哪个不管是厨师还是干什么，人都想往去更好的地方生活。所以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包括加拿大，包括大家去温哥华，那饭也做得很好。就是我拿绿卡就吸引来大批好厨子，所以不管是香港厨子、台湾厨子，还是全世界来的厨子。所以饭也做得很好吃，这是优点啊。先把这优点先说到这儿，但是我觉得这几个优点从一个人来生活的观感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你要一个地方又漂亮又干净，素质又高，饭做得又好，这基本上已经属于这一个地方几乎全部的生活要素都有了。然后说说我觉得看到的问题吧。首先，这个作为一个生活的人来说啊，物价确实很高，这个地方很贵。啊，车比美国贵个2-3倍，然后房子，当然房子大小比美国可能差不多吧，但是也不便宜，啊，日常生活的比美国高得多得多，啊，这是第一个观感。所以虽然其实你看到它人均的数据统计啊，人均 GDP、工资等等，它都比美国要高，啊，但是实际上的生活水平，我感觉到要不高跟大家聊天啊，可能跟美国还是差一点。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是全球所有商业、工业流通的中心。所以在大规模的流通下，美国的成本低，所以美国进口的东西也好，美国的你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因为它整个规模特别大，所以它整个物价还是低，啊，这是第一，觉得物价高。第二，这里有明显的，应该说能够用眼睛看得到、用耳朵听得到的明显的种族的，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儿比较恰当，特点，明显的是有一个种族特点，就是什么呢？就几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过的发达国家里白人最多的，当然除了在像悉尼这样的大城市啊，你会多一点的看到一些亚裔，但是那也只是在旅游区，在唐人街，我去了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更富一点的海边，更好一点的山港，那几乎就看不见其他人种，就全是白人。这白人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到什么地步呢？差不多占到澳大利亚全国人口92%之多。大家知道92%是什么意思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一比，大家就知道92%是什么意思。就是汉人占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92%。所以实际上这样高的比例一定会有问题，不管从它的原因还是从它的结果都会有问题啊。它怎么才能保持这么高的比例？那你仔细去一想，你一问一聊。它当然是有它的很大的以前的历史上很多问题，包括现状也是，你保持这么大比例的民族，那你说大民族沙文主义，比如说咱们叫大汉族沙文主义的人不在少数啊。大家走到中国这互联网上随便一看，包括我们之前聊这个南明往事，大家看到大批的明粉，当然不能说全部但是明粉的主力。就是整天这个满夷鞑子呀，骂各种少数民族，就我们汉族最好。然后推广我们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推广我们这个华夏还有很多这个中国人这样说什么崖山之后就什么再无中国，什么明朝之后再无华夏。那我们这么多民族组成的一国家，难道汉族没落的时候这国家就没了吗？所以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也存在。澳大利亚也是因为白人占到这么大的比例，所以白人觉得澳大利亚的文化就是白人文化。我们跟这儿的白人聊天是明显极了，我应该这么说，由于在美国待久了，美国白人已经被那个种族歧视这个大铁帽子扣的全都这样。那美国白人是话语权最小的，现在什么都不敢说。美国白人那脱口秀上就挤的说，美国白人现在已经被挤成什么样了。就对任何事情发表态度的时候，亚裔就敢说你怎么样，因为没有人说亚裔是种族歧视者。黑人更敢说你怎么着，骂都没事，因为没有人说黑人是种族歧视者。所以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唯独白人不敢。白人对任何事情，目前在美国都只敢说一个词儿，叫 adorable this is so adorable this is adorable， 只能说这可爱那可爱。就是心里有任何情绪，复杂的情绪都包含在一句可爱里，就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美国这个铁帽子太厉害。但是澳大利亚居然我能听到大量的白人有明显的那种倾向的语言。我跟大家举例子比如说
我在这问各种一看就是很好能住好酒店的啊，或者是这个商人阶层的这种澳大利亚白人啊，我们就问人家说，在美国这个大家都说好像澳大利亚有点像是一个 racist country 有点种族歧视的。那白人当时跟我说一句话，我都惊呆了，在美国可真没有白人敢这么说。他说我们哪里种族歧视了？我不是和你坐在一起聊天的吗？天哪！你知道，在美国要绝没有一个白人敢这么说话，说我没种族歧视，我不是正坐这跟你聊天。这样的白人居然就这么说，就一句话就给我噎回去了。但是这句话可是非常明显的种族歧视语言啊！再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咱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奇葩司机啊。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个睡过3000姑娘的奇葩司机，就是澳大利亚，我们请了一个司机，这本地的白人。而且他是一个说英文口音非常非常好听的，用英式口音讲英文的，这在澳大利亚已经属于非常，就是 upper middle class， 就是很高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吧，这个阶层才能说这口音。大部分普通澳大利亚人说那英文的口音，这是观感不好的另一个原因啊。咱们在这插一句，就是口音。之前咱们其实也聊新西兰的时候说过一两句，澳大利亚这口音，你至少得适应2-3天你才能听懂，因为它有强烈的口音当然有规律啊，它这口音还是有规律的，有2个重要规律，一个就是所有的 a 这个音它不会发，它要发成 i， 所以 today 它要说 today，OK 它是 ok， 然后所以美国人笑话澳大利亚人有一句话特别逗，因为大家经常说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 你今儿去哪儿啊？在美国人就说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 但是澳大利亚口音就说 Where are you going to die？但 Where are you going to die？ 正常的英文里的意思就是你上哪儿去死的意思。Where are you going to die？ 但是澳大利亚人就这么说，所有 a 的音它都发成 i。它什么时候发 a 这个音呢？它就换到另一个音去了。所有发 a 这个音它都发成 a。最典型的就是 USA。US 澳大利亚人说出来，他一定要说 US， 他不说 US， 他说 US。然后 USA 他说 USI。你这么发音最明显的，你要想听这人什么口音，比如说你怀疑他是澳大利亚人，你就问他，你说一句 USA， 如果他说 USI， 这就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口音。所以这个，但我们这司机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傻了，说你这个英文怎么说这么好？你是澳大利亚人吗？他说我是啊。他说我也可以说澳大利亚口音啊，这 Where are you going to die？ 然后但是我不这么说，因为我们怎么着。我还奇怪，说一司机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英文吗？然后他当然跟我们处时间久了，就跟我们讲说他原来是个生意人啊，生意做得不错。金融危机的时候，他做的是大概是小额融资担保、什么保险之类的金融的东西，我不太懂。总而言之，金融危机的时候最容易倒的就是这种公司，于是他倒闭了。他本来有18个员工，然后有大房子，在这个悉尼最市中心的最好的办公楼里还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最后没办法了，自己就破产了，房子也卖掉了，然后孩子们也都去打工去了，然后他的儿子在酒店里打工，他的女儿也在酒店里打工，当 room service 什么，自己然后借钱去上大学，跟我们诉很多苦啊。但是这些是真的，因为我也知道，当然很多做旅游的人容易张口就胡说八道。但是由于他说话这口音，以及他清晰的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的所有那些观点，我确定他以前是一个受过非常好教育的中上阶级的澳大利亚人。于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们在美国听说这是一个 racist country， 他马上就说了一大番话，在那儿非常激动的说，我们当然不是 racist country， 我们怎么能是 racist？ 我们这不但不是 racist country， 我们现在都倒过来了。说你看，我都不敢说中国人 gook。这澳大利亚这土语澳大利亚英文里管中国人Asian 叫 gook。然后我们那司机就说你看我们不但不是一个种族歧视国家，我现在只要管中国人叫 gook， 我就是一种族歧视者，我将被骂成种族歧视者我要管这个其他有色人种叫任何一个他们的这个土语里的名字，我就是种族歧视者。可是呢，所有这些有色人种，他们可以随便管我们叫 whitey、hunky 管我们叫比如说叫 redneck， 但是 redneck 主要是美国人叫白人就是红脖子叫，比如他管我们叫 rednecks， 他们就不是种族歧视者。说这还叫种族歧视国家吗？这我们都到过了，白人都什么都不敢说了等等说半天。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必然就是一种族歧视者。说到移民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经常挂在口边，他说这个种族是我们最喜欢的，因为他们特别容易融进 our culture。our culture就是你把澳大利亚文化就是直接就等同成白人文化，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来了得融进我们的文化，这个极其像我们网上那些大汉族沙文主义者
汉族少数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评判也是，谁能融进我们汉族文化啊，谁最先这个被我们同化了，谁就是好民族，啊，人家坚持自己民族语言，坚持自己民族文化，那我们就觉得啊，你好像满眼夷的，就一通的就冲人来，啊，说明这个一个民族占到90%多的国家，这个问题是极大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个1901年，它成为自己有宪法的国家以后，就是联邦吧，成为有宪法联邦以后，澳大利亚是一直严格执行所谓的白澳政策。这个白澳政策在其他国家都很少啊，美国只通过过一个排华法案，但是并没有排其他的种族，美国也没法排，黑人就一大堆啊，在这里你可见不到黑人，只澳大利亚我们这么多天大概只见过一个黑人，啊，原住民一个都没见到，在整个这个大城市里头一个原住民都没见到，就是他推行这个白澳政策，就是只接受白人移民，啊，其他移民一概不接受，不管你怎么艰苦，不管你怎么来，一律把你遣送回去。啊，只接受什么人呢？二战之后，当然很多国家觉得他挺好。二战之后，因为他接受大量的东欧的移民，包括犹太人啊，等等等等啊，他成了仅次于以色列的接受欧洲移民难民最多的。当然，之前咱也讲过，还有好多跑巴西去的犹太人啊，但是数量没有来澳大利亚的多。就是最后去犹太人主要去以色列，还有大量的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白人、东欧白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人口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但他一直坚持，你必须得是白人才能来澳大利亚。这个政策一直坚持到了1970几年，大概到了1973年左右才被打破，而且打破还是一个相当被动的打破。为什么呢？因为他参加了越南战争。这参加越南战争以后，大家知道美国参加越南战争那么多年，最后当你跑了的时候，那终于你美国的终于西方那些南越的政府的官员也好啊，地主也好啊，说不行，北边共产党来了，我这要马上土改，这抄家了，枪毙了，那怎么办？我曾经当过这个南越政府的官，那最后美国也没办法，美国说那你们就来美国呗，那怎么办？所以大批的越南难民就逃出来，啊，逃到美国的也好，大批逃到澳大利亚。人说你到我们这儿打仗你也参加了，澳大利亚还没少打在越南。澳大利亚也觉得啊，说解释哈，你说这跟着我们混这么多年，跟着我们这些白人混了这么多年，这些南越的这些人，人家共产党来了，人家逃出来，那咱也不接受，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于是开始接受第一批越南难民，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大量的亚裔进来啊。大家知道，那60、70年代的时候是东南亚最悲惨的时候，这边越南打着仗，然后这个中国呀、苏联啊支持大量的这个共产党游击队吧。在印尼、在菲律宾、在马来西亚，然后到处都是战乱，然后紧接着又开始排华，有大批的华侨又没地儿去。大家知道，越南开始排华，然后印尼开始排华，柬埔寨开始排华，然后柬埔寨又倒了霉了，有一红色高棉政权上台，红色高棉政权一上台又屠杀20%多全国人民，然后又导致大量难民。在这样风起云涌的整个那个大环境下，他才开始被迫接受了一些亚裔的移民。啊，导致了现在亚裔啊，在这儿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有一大堆黑人，啊，这儿是没有，这儿除了白人以外，这90%多的白人，然后第二大的就是亚裔，啊，就是因为整个亚洲在整个60、70年代、80年代之前那么的动荡，所以没办法，你只能接受。但是，他也没真的敞开胸怀。啊，他也是有大量的严格的限制啊，包括那些忠于他的南越政府最后逃出来移民，他甚至要求人家，最后人说我没都被占领了，共产党来了，我最后逃出来，坐飞机他还要人机票钱，做人付不起机票钱还要欠着账，欠着澳大利亚政府账，到澳大利亚打工来还这账。然后其他地方的难民，尤其是对穆斯林难民，大家知道穆斯林有大量难民逃出来，后来是非常严格，大量的难民，尤其是坐船来的难民，那坐飞机来的难民嘛，那觉得还行，因为坐船来的，整个澳大利亚将4边都是海，就非常严格的管理。然后大量的难民来了就送回去，来了就送回去，导致这个连 BBC 啊批评过澳大利亚，说澳大利亚对所有全世界各国来的难民啊，人家是被政治迫害或者战乱逃来的，不是为了说我在国家还能生活，我就到这儿来，那你可以，你说你严格点移民政策，人家是没法生活被迫害，那世界各国都要接受的，那你不接受，连 BBC 都批评的叫 uncivilized， 就是不文明啊，而且在西方电视台就拍到过被澳大利亚强行遣返飞回去的阿富汗难民，下了飞机以后就被塔利班处决了，然后全世界就批评澳大利亚。现在白澳政策虽然从法律上给废除了，但是其实内心深处啊还是有明显的那种倾向。不光是我们聊天这些，大家看看澳大利亚那些政客、总理也好，等等也好，但民主社会就是这一切就是选票决定。那你说选票92%的选票来自白人，他当然要听白人的了，白人不喜欢啊这些移民来，那他就
移民政策收紧也好啊，等等也好，应该说对华人还算好。为什么？因为华人真的勤勉啊，包括我们的司机，这位落魄商人啊，现在在开车，然后也跟我们说我们没有种族歧视啊，我们很欢迎这个移民来啊，但是你得工作，你得劳动啊。那意思就是说，您来我们这儿干苦力，我们欢迎；说我们不欢迎的是来这儿吃福利，因为澳大利亚跟所有大部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啊，福利非常好。应该这么说，我们多次讲过，在整个的西方发达国家里，把日本也算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啊，整个这些国家里面，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没有那么高福利的。美国是没有全民医保的，但是现在正在努力的推行全民买医保啊，不是全民医保。这以后我再吐槽，气死我了，简直！啊，现在还没做到全民医保，现在还没做到就是全部的失业救济、全部退休金，美国还都没有做到。但澳大利亚就跟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是有强大的福利保障的啊，年纪轻轻不工作也有补贴。啊，这个老了退休，甭管你工作没工作过，都有退休金，啊，这个医保当然是全民医保，等等等等，福利非常强，就跟欧洲一样。所以他现在因为白人越来越愤怒，就包括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最讨厌的是以政治避难为名到我们这儿不工作，然后吃我们的福利，喝我们的，去我们医院看病，导致我们这个我们看病还得排队，等等等等。啊，现在开始福利慢慢下降啊，所以白人更生气了。这个要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了啊，70岁才能退休，因为没那么多退休金给大家。现在要求30岁以前，你如果不工作就不给你补助了啊，因为你又不残不积的，你干嘛不工作呀？然后跟西班牙很像，西班牙从全民医保免费不要钱变成了，不管看大病小病什么病吧，这个都收6块钱。澳大利亚也实行了这个从全民免费医疗变成了甭管大病小病治什么病，反正你得交7块钱。这个虽然对于病来说还是很少，但是总是开始收钱了，所以福利在下降，然后白人对移民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嚣吧。总而言之，种族的问题、白人至上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是虽然没有他以前那么严重，但是在黑人已经当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能够看到的，目前为止最严重的种族的那种偏见吧，是存在于澳大利亚这些白人的身上，这应该是我重要的观感之一吧。是澳大利亚是秉承了欧洲，当然主要是英国传统下来，所以它当然像英国了，像欧洲这种，所以它贫富差距也很小。最有意思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因为收入低的人福利高导致他生活的也不错，他觉得也是中产阶级。然后收入高的人税收高，导致他也享受不到，所以他也觉得自己中产阶级。但是至于这个一个国家大部分人都觉得是中产阶级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可不知道了。这个一个国家少数人掌握了国家大部分财富，像美国、中国这些国家，像俄国都是属于这种，还是像欧洲、澳大利亚这种，大家都觉得自己中产阶级，哪个更好？我觉得还没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吧，看看再发展下去。因为目前反正看到的是，欧洲也好，澳大利亚也好，这些高福利国家都难以为继。澳大利亚现在苦极了，这欠债欠到什么程度？的政府已经到了国家抢人民钱的地步。澳大利亚已经到了什么？到银行的账号只要3年没动，就没存过钱也没取过钱，就是3年觉得这账号没人管，收归国有，直接抢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中国贪官要注意啊，好歹每年取1块钱，您钱多我们知道，但是这存到澳大利亚说每年取走1块钱，要不然澳大利亚政府给您抢走了，直接3年没动的账号还已经抢走10几亿了啊！这个当然了，你到时候你可以来找用各种证明再要回来，但是这个你得有合法证明了啊！中国贪官可要不回来了。下面说说另外的观感。你说澳大利亚和美国，这都是英爱移民后裔，这俩国家其实有很多不同。比如说枪，跟美国不一样，澳大利亚这儿有相当严格的禁枪法，这个已经实行了大概有20-30年了。这美国可是永远禁不了枪，这咱们讲过很多期啊。澳大利亚居然能禁住枪。而且当时澳大利亚最开始也是牛仔放牧放羊，所以也都带枪也是那种很粗犷的、很彪悍的那种反正都不是知识分子。这个最后澳大利亚收枪也很简单，就一人给350块钱就把枪全收起来了。现在有严格的限枪的这个法令另一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就是赌嫖都合法。美国首先嫖是肯定不合法，大概只有在内华达州一个州的少数几个县可能合法，但是在几乎所有美国州就全都不合法赌只是美国人给印第安人的，就是因为对人印第安人，美国当然不叫印第安人，给这个美国原住民吧 Native American 的一个福利，就是说我们当年对不起你，现在给你一福利，就是你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里可以开赌场，其他地儿都不可以开。澳大利亚没有，澳大利亚是全部都可以赌可以嫖
啊，这个赌就不说了吧，到赌场里反正一看就是，哎呦，全是中国人，确实挺不好意思，在里边人山人海在那赌。然后这嫖呢，我没去啊，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条街白天我过了一下，啊，说晚上会有1万多人在这儿，这个几上千的姑娘在这儿站着，然后1万多人在这儿那什么，啊，我也没去看看这1万多人里都是些什么人，但是我相信那些白人肯定占多数啊，这个，啊，因为咱们不都在赌场里了嘛，所以白人在那儿占多数。咱们到每个地方，咱们都看看美食，美食已经讲过了啊，看看美女，这个。非常非常忠实的，纯种的继承了英国的传统。这个英国传统就是男的胖，女的不太好看，然后就完全在澳大利亚被继承了。走到街上一看，这个肥胖度应该是超过美国。然后这个姑娘们长得这个比例吧，基本上就是英国的比例。在英国街上，当然英国咱不能说没一个好看的啊，但是那比例是极少极少。当好看的比例极少极少的时候，导致了一什么后果呢？澳大利亚可是一个，赌嫖都合法的国家啊，这个很不一样。但是由于姑娘长得实在不好看啊，所以导致这个价钱之高令人发指。当然，站街的当然难看的占大多数啊，我没看啊，这人家告诉我说这个你笑什么？你去看过吗？你没看过？你去看过吗？你去过。啊，反正据说站街的这个不是很好看啊，反正几百块钱吧，也就这样啊。亚洲人可能150、200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这个澳大利亚本土的当然就是白人了啊，可能贵1倍。这个我也没看出来白人比我们亚洲姑娘好看在哪儿啊。但是稍微一好看一点，贵成什么样？就是在夜总会里，他们这儿的叫 private club 里，就是我们说夜总会吧，啊，坐台$650。就是澳大利亚元和美元差不多啊，而且人家网上公开有价钱，他们这儿因为是合法的，所以网上我就不告诉大家网址了吧，上面连人都可以选，就可以预先这个服务都很好，酒店也有传单啊，你停车你那个前风挡那还会插上这东西，但是那个网站是最全的上头，我们是研究了网站上的价钱，这个到夜总会里第1个小时650，第2个小时1250，只便宜了50块钱啊，比2小时，然后每小时600，您要带回家去。这我问了一下澳大利亚人，他说只要特别好看的那种叫 Playmates 级别的啊 ，Playmates 就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花花公子 Playboy 要选 Playmates， 到 Playmates 那级别的没个9000、1万的 dollar 啊是带不走的。啊，我们听完都傻了，我们说，首先反映出一个说您要是一晚上能扔9000、1万的人，您还上那儿找什么？这个您就上哪个学校，上哪个酒吧里，您就砰拍1万$拍那儿说，人家直接跟你 dating 了，你就不用那个。但是人家说特好，人说，可是那样的姑娘没那么好看，确实是，酒吧里的姑娘真没那么好看，所以这个普遍的姑娘不够好看，这很像英国啊，这个导致这恶果，就是这里这个产业很发达，而且是极为的昂贵。但是从这极为昂贵上也能看出来，澳大利亚人还是比较富有的啊。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澳大利亚呢，这个地方有点像美国，就是原来学生签证也是不能打工的，但是因为学生还是穷孩子多嘛，就是大家在国内人老觉得留学的全是富二代，其实真不是，真不是。我在国外看到留学生里，富二代是占少数的，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努力出来留学，然后真没钱怎么办呢？澳大利亚政府跟美国政府一样，就是说你拿学生签证啊，你可以打若干小时工，比如美国你可以在校内打工，比如说当助教啊，当这个 RA 啊什么之类的。澳大利亚是你可以随便打工，但是你只能打20小时，就是每周可以打20小时工拿学生签证。但是澳大利亚这个又合法，这赌嫖又合法，他又没规定你每周打20小时工，到底打什么工？反正你只要打合法的工就可以。下边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 Asian 大量，当然这主要 Asian 他们说最多的这个做这一行的是韩国人，这个韩国人也好，当然可能有一些从祖国来的人啊，但是你就弄个学生签证，然后就在这儿啊，反正你每星期能打20小时工，合法打20小时工。这个甚至听说啊，听华人说的，这的无良律师有点像美国。美国自从去年最高法院判同性恋平权，同性恋平权就导致同性恋配偶可以拿绿卡了。以前同性恋配偶是不能拿绿卡的，
这个以后有无良的美国华人律师就开始做这个假同性结婚拿绿卡这事儿了。反正这华人到什么地方吧，总是但好的有很多啊，咱们大多数人好的。总有极少数的人钻人家国家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利漏洞也好，什么漏洞也好。澳大利亚这儿呢，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缺这种人才嘛，那这种人才就可以申请移民嘛。那现在就这种人才少，你只要能证明这种人才少，这个人又特别适合干这行，是干这行的，技术很高的，可以技术移民的，就能从政府申请到这个，甚至是不用考雅思的这个移民配额。听说华人律师已经开始有干这事儿的了啊，这个，大家还是不要干这事儿了。我觉得给中国人争口气吧，让韩国人去干这事儿，咱们还是开餐馆吧，咱哪怕开个洗衣店呢。因为华人至少在加州，华人做到了收入超过白人，教育水平超过白人，我觉得这是加州华人的骄傲。加州华人总体教育水平，本科毕业率，然后是最高的，是所有的这个种族里第一高，收入也超过白人是第一高。我觉得这才是华人到海外去的这个最高的目标，而不是说到这儿来干点这种事儿啊。虽然普遍长得不好看，但是好看的还是有有谁呢？这时候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澳大利亚出产的美女帅哥们，而且是蜚声世界的啊。澳大利亚跟新西兰不一样，新西兰咱们讲新西兰时候只有一大导演 Peter Jackson， 演员想不出来新西兰什么著名演员，然后歌手只有一个洛尔，当然今天是炙手可热最当红，但是在洛尔之前想不出新西兰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 musician 啊。但是澳大利亚可太厉害了，大家想想澳大利亚啊 ，Nicole Kidman。这妮可基德曼这大美女啊，也嫁了美国大帅哥大美女。然后是 Kate Blanchett， 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影后这 Kate Blanchett， 而且演技非常好。她演的这部戏叫做 Blue Jasmine，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几乎是独角戏，就从头到尾姐妹一人演说这俩女的时候，再多说一句，就是悉尼跟墨尔本。凡是一个国家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是长时间没能统一成一国家的这样的国家，通常都是双城记，就是双城都特大，在这双城通常就是互相看不上。比如说咱最熟悉的北京跟上海意大利，那罗马人跟米兰人，这个一说起来，罗马人觉得我有历史，我有文化，我有这你有什么呀？米兰说我有时尚，我有钱，要比你富这墨尔本和悉尼非常像这一对儿就是墨尔本是一看就非常有文化，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然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那里，博物馆也比这儿好得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雅漂亮的欧洲城市。因为当年它有钱嘛，金矿嘛，在这个墨尔本。悉尼一看是现代化大都会，所以这俩一碰，墨尔本说您没文化没传统，您是囚犯待的地方。因为大家有讹传说澳大利亚都是囚犯，其实不是，澳大利亚只有悉尼是英国囚犯来的地方。所以墨尔本人说您这关囚犯的，您什么素质？您想我们这有文化，我们这都是贵族，你看我们这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我们这各种各样的东西，老电车这个悉尼人说您这土您这我们这现代化大都市，说您上全世界问问去。但是实际上墨尔本早在1956年就办过奥运会可比东京还早墨尔本曾经是英联邦里第二大城市，就仅次于伦敦，整个英联邦50多国家里墨尔本占第二大。当然悉尼因为进展太快了，因为毕竟是大港口嘛，沿海，然后移民也愿意在悉尼待着，所以墨尔本比较明显的是这个比较白，这个悉尼 Asian 什么你看着还是稍微多一点。这两大城市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然后就拿了这两位姑娘当代表，因为这俩人正好来自两大城市。这 Kate Blanchett 是墨尔本来的，所以一看就是那种维多利亚式的优雅，然后英国式的那种就是很传统很优雅的那种女性。然后 Nicole Kidman 就是悉尼生悉尼长大，所以 Nicole Kidman 一看根本不是看不出来哪儿人，就是一个现代女性。你说她是美国人，大家没问题。大帅哥两位，这个大家熟悉极了，尤其是超级英雄电影，像这么一个是休·杰克曼，来像休·杰克曼那样的还一位 Russell Crowe， 之前还有Mel Gibson。但是Mel Gibson 有点老了，所以大家就今天说到澳大利亚大明星的时候，就Mel Gibson 已经就是昨日黄花。这个要跟大家多说一句Mel Gibson 不是在澳大利亚生的，他是美国生的，爱尔兰后裔，但是他12岁就搬到悉尼来了，所以他的12岁开始，一直到上完大学，什么悉尼戏剧学院都在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人心里也认为他是算半个澳大利亚人吧。
澳大利亚人是这样的啊，移民国家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你好我就说你是我的，这个是不是韩国人也这样？韩国人不是移民国家，反正你好你就是我的，你不好你就不是我的。这个最近加拿大那儿也是啊，这个 Justin Bieber 也是，你好的时候说你是加拿大人，你看我们加拿大大歌星 Justin Bieber， 然后最近 Justin Bieber 给弄成这样了，这声名狼藉，然后说都是被你们美国害的。说你看他不是我们加拿大人，他早就去你们美国，在你们美国养成了一身恶习，然后等等等等。导演我就不说了啊，大片的好莱坞大导演这都是澳大利亚人，应该这么说，在好莱坞的心目中，甚至在好莱坞电影的观众心目中，大家不分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英国导演大家也认为是好莱坞导演，大家说，比如说 Guy Ritchie， 比如说诺兰导演，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好莱坞导演啊。你这包括澳大利亚这些人，其实 Nicole Kidman 大家没有觉得是澳大利亚人，而且英美澳三国的演员都可以讲三国口音，这是好莱坞演员我觉得最敬业的地方。好莱坞本身就不是美国的，是全世界的，他们一演古装戏，马上全都说英国口音，不管是澳大利亚演员还是美国演员，啊，演美国戏你也听不出来，英国演员演美国戏啊，纽约戏一口痞了吧唧的纽约又那口音就来了。澳大利亚演员演英国戏说英国口音，演美国戏说美国口音，完全没问题。这个是我多次说过，我们自己电影圈，尤其是我们的台湾同胞演员，您稍微敬一点业，您演古装戏的时候，您说点那标准的那话，然后您演哪儿的戏，您要演大陆戏，您就说大陆口音的话，您那不是一种光荣的口音，不是光荣的事情，没有哪一种口音光荣。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演哪儿的戏就说哪儿的口音才是一个好演员，这是好莱坞最强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分不出来说这个人是澳大利亚演员，除非他要演一电影，大家演一电影叫澳大利亚。这个大部分时候大家把澳大利亚，包括他的导演啊，包括他的演员，尤其是包括他的音乐，大家就美国人不分，大家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未来我们要讲历史的时候会说的，澳大利亚为什么跟英国、美国那么亲，就跟我们周围说了半天一衣带水、血浓于水，那文化亲怎么都分不开，文化不亲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接着说说音乐，凯利米洛，大家没觉得这是澳大利亚歌星，大家觉得就是美国歌星，就是唱英文的这流行音乐大歌星嘛。澳大利亚产出大量的优秀的乐队，这个很有意思。大家想想，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人当然也不分啊，除非 Justin Bieber 出事了，大家才吵架，说你 Justin Bieber 是加拿大来的。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一家子，大家 Beatles 英国来的，大家也觉得 Beatles 是我们的，啊，是吧 ？Pink Floyd 英国来的，大家也觉得 Pink Floyd、Radiohead 都觉得我们的英国，当然大家不分。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属于应该是这个英美文化的第二级，就英美当然最高啊，各有胜场，各自擅长。然后这第二季澳大利亚、加拿大，它俩在音乐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加拿大产的都是个人大歌星，包括 Celine Dion， 这个我还光荣的给他录过音啊 ，Celine Dion， 包括 Justin Bieber， 说半天了啊，包括 Bryan Adams， 大家想想这些全是个人，一说这人是一大歌星。但是澳大利亚特别逗，澳大利亚除了凯利米洛以外，所有的著名的名震世界的大型流行音乐大师们全是乐队。给大家说几个大乐队啊，如雷贯耳 Bee Gees。这是澳大利亚大乐队，流行乐坛的鼻祖之一，重金属时代最伟大的乐队之一 AC/DC。今天你们澳大利亚人，你说你们觉得能代表澳大利亚说澳大利亚的光荣 Honor of the Country 的流行乐大师，澳大利亚人会说 AC/DC， 因为 AC/DC 是跟枪花啊跟什么齐名，甚至更好的伟大的重金属时代的乐队。然后就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啊，中国人民可能不太熟悉 AC/DC 或者 Bee Gees， 但是美国人是特别熟悉。但是美国人不是很熟悉 Air Supply， 这中国人民太熟悉 Air Supply 了，因为 Air Supply 的歌被填成中文词儿，唱过无数版在中国。这个我需要爱，我需要你回来，什么这全是我错，请你不要离开我。好多 Air Supply 是旋律大师，但是在那个时代呢，大家更摇滚的时候 ，Air Supply 在澳大利亚本土都没有那么红，在美国也没有那么红，但在中国特别红。Air Supply 没事就上中国来演出，我们翻成叫空气补给乐队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翻。然后 Savage Garden 这个是后来的乐队里重要的一支啊，野人花园大概是这种。澳大利亚有大批优秀的流行乐队，这个非常优秀的电影演员们、导演们等等啊。再往下说一点儿，就是悉尼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非常非常好。看了一出威尔第的《弄臣》，是我看到的应该说
歌剧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做的最有分寸、最好的。因为大家实验有很多嘛，有的做的太过了，觉得哎呦这不像歌剧，像 musical， 像音乐剧那也没劲了，吵吵闹闹。但是太传统的歌剧吧，大家又不爱看，就跟说我们怎么保护、抢救京剧什么，我觉得不用抢救，大家就把它市场化就好了。这歌剧也是，那过去的歌剧其实很像我们的京剧，就是因为整个的手段限制，那转台啊、技术啊没有那么好，所以它更多的写意一些。虽然比京剧还是要具象点啊，道具什么的，不像京剧就一桌子俩椅子，转一下就上马了，转一下就开门了。那歌剧比那稍微的多一点，但是还是很写意。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辛吉国健演的这个《弄臣》。非常棒的舞台，但是又不像 musical 啊，非常有意思的转台，然后双面转台，然后整个台在演的过程中还在有3D 式的角度的转，就是你感觉到在看一个3D 的东西。当然，其实本身就是3D 的啊，但是以前都是景片，人当然是3D 的，但是景不是3D 的，过去是景片，它是做的能这样缓缓的两边动，然后让你觉得这个表演让你觉得是好像拿一个摄影机在这个视角在看，非常有意思。然后包括他居然有裸体，演威尔第的歌剧啊，《弄臣》里边宫廷里那些这个风流女子嘛，居然上台半裸上台了。然后但是我也没觉得很过分，因为他分寸掌握的非常好，再加上音乐各方面都很好，那歌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很有意思的是，歌剧这么好，音乐剧反而让我失望到极点，表演、服装、道具一无是处，应该这么说吧。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哇，怎么能这样？不是也更坚定了我现在在百老汇做的这个音乐剧，将来要来澳大利亚演出。这个我要进悉尼歌剧院，我要好好演一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澳大利亚人说了这么多他们的著名的人物，这个当然最著名的人物是他们库克船长。库克船长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人的心目中呢，就跟在整个美洲哥伦布的这个地位一样，因为觉得他们发现了我们嘛。这个所以对库克船长是无比的，到处都是他的这个那个，甚至把人库克船长在伦敦、在英国的故居给一块一块卸下来，装了船给运到澳大利亚来了，在这儿给重新建起来一个，到处都是这种。但是我觉得仅次于库克船长的澳大利亚人最著名的一个人，这样超过他们荆棘鸟的作者，超过他们的影星，超过他们的歌星，超过当然政治家澳大利亚人最不在乎啊，超过他们的所有这些人的最著名的一个人。Murdoch， 默多克，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提起来觉得自己最骄傲的一个名字。跟大家讲讲澳大利亚报纸有多控制在默多克手里啊！澳大利亚直接只有一个全国性的报纸叫 Australian， 澳大利亚人就是默多克办的。然后澳大利亚只有6个州，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的最主要的报纸都是默多克办的，而且在个别的州，发达州可能还有第2份报纸，在还有一些州。只有这一种报纸，就是默多克办的。所以澳大利亚人民说，反正我们在这个州只有2选择，要么看默多克办的全国的报纸，要么就看默多克办的我们州的报纸。这特别像在中国看新闻联播啊，要么就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要么就看本地台转播的新闻联播。总而言之，转来转去都是新闻联播。这也是拿起这份报纸一看默多克办的，然后拿起本州的报纸还是默多克办的，你想想。然后打开美国的新闻，福克斯台一看还是默多克办的，然后拿起美国报纸一看还是默多克办的。所以这个舆论的大亨啊，可能钱没有什么巴菲特呀，或者是比尔盖茨多，但是我这靠什么？我是靠这舆论，我洗你们脑来的呀。所以默多克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觉得，哇，好极了，这个简直是我们澳大利亚英雄，我们澳大利亚最伟大的人就是默多克。所以这个基本的观感就是这样，当然也请这个来澳大利亚多年的大家帮我补充啊，按照咱们的习惯啊，这个观感啊，什么文化呀，说了半天，然后该聊聊历史。但是咱们聊历史也一直按咱们的习惯，就是咱们不是编年史，非得从澳大利亚有第一个人开始，咱们就聊我觉得有意思的好玩的啊，咱们只聊点啊，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有教室里老师去什么教科书有的是啊，聊有意思的澳大利亚史点，先跟大家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2节日吧。首先就是它的国庆日，这国庆日特别有意思啊，1月26号，这天呢是什么日子呢？你一问他，你乐了。1月26号是1788年这第一面英国国旗升起来，啊，正式的有第一个舰队来。但是库克船长来的时候，库克船长自个儿发现了这地儿啊，当然正儿八经的囚犯也来了，舰队来了，这英国国旗升起来这一天。这个在全世界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里是极少的，为什么呢？绝大多数的
独立国家，咱甭管印度从英国独立也好，巴基斯坦从英国独立也好，谁从法国独立也好，因为都是以独立那天啊，或者独立立宪那天啊等等吧，再当做我们的国庆日。当然庆祝奋战独立的那一天，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嘛。这个把自己成为殖民地这一天当成国庆的独立国家还是挺少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庆日的选择，首先就说明了他不觉得自己从英国奋战独立了，他觉得跟大家还是一家子。英国女王还是他的女王嘛。澳大利亚是英联邦53国里只剩的16国还依然尊奉英女王为国家元首的，这个已经算保守的16%了。在这16里，他又是既然保持着英国 Union Jack 国旗在自己国旗上，就他们自己话说，就是说我们就是从这儿来的。This is where we from， 这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历史跟传统，我们当然珍视这些了。虽然今天你去问澳大利亚年轻人，他们更喜欢美国，但是老一辈依然觉得跟英国有那么深厚的情感啊。今天你问澳大利亚人说英国口音好听还是美国口音好听啊，他们首先说反正我们澳大利亚口音不太好听，但是大部分人会说我们觉得英国口音很高雅。我觉得英国口音是贵族的高雅的啊，所有的这个 upper middle class 啊，上中产阶级人都应该说英国口音。美国口音虽然比我们好听点，但是也仅限于电影唱歌什么事啊，所以对英国还是怀着那种非常非常好的那种感觉。这个从它的历史里能清楚的看到。咱们之前讲过，澳大利亚人其实对于自己什么时候独立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反正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啊。最开始是分了6块殖民地，就是你发现了这块，他发现这跟美国是13块殖民地，没有一个统一的总督。然后他逐渐的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啊，开始就是加拿大，最开始加拿大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在英式殖民地，加拿大第一个组成联邦。加拿大也是不同的各个殖民地，其中还有说法语的呢。原来法国殖民地魁北克，加拿大先组成联邦啊，于是澳大利亚永远排第2个，有时候排第3个，有时候南非还排在前面啊。于是澳大利亚也跟上去，在1901年的1月1号。他也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就是这6个殖民地本来互相没关系的，说咱还是弄一块儿去吧，咱都是同文同种。于是大家搞了个宪法，这宪法他跑到英国，在伦敦还被批准了啊，于是他们成了一个叫自治领。这个自治领和一个独立国家其实只差一点区别，自治领已经拥有自己的宪法、自己收税权，然后自己组织军队的权利，自己的各种内政权都是自己的啊，包括宣战权。只是没有外交权，外交权要专门英国有一个管各种殖民地的外交的一办公室，由他那儿出外交政策，啊，这个时候1901年1月1号，实际上如果未来有一天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那一天他们成立了一个联邦，然后他慢慢的自己又独立性越来越高啊，再加上尤其是参加了1战之后，这澳大利亚的地位提高了，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在1战之前啊，你问一个澳大利亚人说你是哪儿人？他说我是 Victoria 人，或者他说我是 New South Wales 人，我是新南威尔士人，或者是维多利亚人，他不说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国家观念。战争对形成国家观念啊是非常非常重要。1战等咱们以后讲1战的时候能讲到啊，1战对形成民族国家、对形成民族观念是有最大影响的。所以1战以后，澳大利亚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民族感情了。1战以后他开始说我是澳大利亚人。啊，所以澳大利亚开始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35年的时候，自己开始有了外交部，啊，然后到这个30年代末的时候，派出了第一个大使，啊，大家知道31年之前我讲过很多次啊，31年英国推出了一个威斯敏斯特法案，只要接受这个法案，你就独立了，是只针对白人自治领。大家知道，在英帝国里啊，是分了严格等级的，英帝国里的等级叫第1等，叫6个白人自治领。啊，英国对他们好极了。大家知道，大英帝国让各个殖民独立的时候，留了很多很多坏招啊，咱们往后再有很多要讲的。但是对于白人自治领，英帝国还是很好的，因为觉得咱是一样的嘛，你就是英国人嘛。这6个白人自治领都是什么人呢？有芬兰、加拿大，后来合成加拿大，实际上就成5个了啊。然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其中前4个或者叫3个国家吧，是英国最亲的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这都是直系英国后裔，您的地名都要New这个New那个的。然后不像人南非叫什么 Berg 什么 Berg 呀，约翰内斯堡，听这名字就不是英国名字啊。
这个爱尔兰这是英国心头的痛，他倒想跟爱尔兰亲，可是爱尔兰真跟他不亲，爱尔兰跟他不停的干，不停的闹，宗教就跟他不亲。爱尔兰是信天主教的，英国是就新教国家，所以首先从这儿就开始弄，然后英国爱尔兰离得又近，英国不停的打呀闹啊，到现在没闹完呢。所以在这个6个白人自治领里成立的这5个国家里，爱尔兰是最不亲的，这南非是排中间，所以这里都分等级。南非是因为它是荷兰人，大家听这人名地名，这就是荷兰人德国人，叫什么什么堡，荷兰人德国后裔，不是英国后裔，而且还打了很多仗，第一次布尔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才把南非打下来。所以在英帝国的心中等级森严，首先白人自治领可以享受威斯特敏斯特条约啊，是成为独立的自治领，独立的国家，其次才是非白人那些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等等，您往后靠，您且独不了立呢。您要独立的时候，对不起，我还且给你扔一堆炸弹在那儿，让你们自己慢慢闹去。整个印度独立的时候，蒙巴顿方案，这蒙巴顿最后导致印度跟巴基斯坦打3次大战。而且还有什么克什米尔地区什么这那宗教问题，这个土地问题，各种巴基斯坦还给分成俩，印巴分治方案，这就是英国想的坏主意，说好分成俩国家独立啊，印度在中间，巴基斯坦在两边，这边一巴基斯坦，这边一部分巴基斯坦，最后打来打去，这边巴基斯坦又独立成一个国家叫孟加拉，到现在还在打克什米尔，因为没说清楚是归谁。香港原来也是英联邦的。啊，做香港说啊，英联邦你最后回去了，回你那祖国去了，我也给你使点坏，使什么坏呢？说哎，以前啊只有白人自治领的人民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征税、军队等等等等，然后非白人自治领就差多了，英国总督管着。但是我要多说一句，我们今天我就在网上看到年轻人讨论说，经常把权力各种不同权力混到一起，尤其是政治权利和人权。这两个东西要分开，在英国的殖民地里，包括香港这些东西，人权是有的，因为英国是个法治国家，它是有法治的。香港也一直是个法治地区，是有法治的，是有独立的司法的，但是政治权利是没有的，不像那些白人自治领是有政治权利的啊。但是英国走的时候，临走说，政治权利也给你们吧。哎，这97年回归，95年我选一个任期4年的议会，突然香港人民有了政治权利了，以前100多年也没有啊。然后说，你看怎么办吧？反正我选的是4年，人民选的呀，4年任期。您到97年你要废它，你看人民选的议会你废它，你不废它，你敢用我啊这英殖民地时期选起来的这些议会吗？你最后弄你两头难，最后逼得你只好下决心说我另起炉灶，然后弄到香港又游行又抗议，这后患还到现在还没完呢。就是英国走的时候，在香港留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小炸弹，在其他地方我就不一一讲了。英国在非白人自治领独立的时候，有大量的那种坏事干，啊，英国这个民族啊，由于那么强大，曾经全世界除了2时区没有英国，那24个时区、22个时区都是英帝国的，就是日不落帝国嘛。当它衰落的时候，它心怀各种那种不太好，再不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当亲生的好。这威斯特敏斯特法案说是对殖民地的，就每个殖民地独立的，只要接受这个法案，你就独立了。这法案里详细规定了，像相当于一套 Bible 或者 formula， 就是你接受这一套，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咱们共同在大英帝国里，你和英国是平等的。然后加拿大先接受了，啊，这个澳大利亚在1942年那时候也接受了，在二战的时候就更厉害了嘛，澳大利亚。然后接受的时候，把自己成为这个独立国家的时间规定在1939年，所以39年实际上是他连外交各方面都真正彻底独立的了，成为了一个国家。但是他依然尊奉，还在英帝国内。然后后来英帝国没有了，叫英联邦；后来英联邦没有了，叫今天的英联邦。我们这个翻译啊，实在没法翻了，为什么呢？在英文里是非常明显的，就大家看这英联邦运动会啊，英联邦运动会原来它不叫英联邦运动会，它叫英帝国运动会，叫 British Empire Game， 英帝国。后来英帝国嘛解体了嘛，大家就平等了嘛，就是我不是伦敦是帝国首都，你们是我下面的殖民地自治领，大家都平等，在英联邦里平等，所以它叫 British Commonwealth。Commonwealth 这个词儿在英文里通常没有别的解释。大家说话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只要看到，当然你要加一个 the 更好啊 ，the Commonwealth 讲的就是英联邦，但是英联邦的名字还经过了从 British Commonwealth 就是英联邦 ，Commonwealth 可以讲成叫大家联合起来的什么什么这种吧，但是后来大家平等到说，你如果把你的 British 大不列颠加在前头，我也退出了，我必须跟你平等，所以后来
British Commonwealth 把 British 去掉了，英联邦就变成了叫 The Commonwealth。大家现在看到 The Commonwealth 在任何一个文章里，它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就是指这个英联邦。所以我们应该翻成英帝国、英联邦，然后联邦。但是联邦大家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依然翻成英联邦。但是现在已经叫 The Commonwealth。所以基本上是经历了这么几个变化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也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要讲的有意思的点是，澳大利亚是一个，如果统计下来，叫做全世界最爱参与战争的国家，参与近代的几乎所有的战争，但是没有一场是他发起的，所以这挺逗的。说他是个好战国家吧，他没发起过战争；说他不好战吧，他叫无义不语，每一场战争他都参加了。这个是一个民族性格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说他们有2个重要日子啊，一个是他们的所谓的国庆日，就是他们成为殖民地那一天。不是独立那一天。第二个，他们叫 Anzac Day。Anzac Day 我们在讲新西兰的时候讲过，就是 Anzac 就是澳新军团的意思 ，A 就是 Australia，NZ 就是 New Zealand， 然后这个 A 和 C 是 Army Corps。Anzac Day 叫澳新军团日，纪念那个时代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役，一战中间重要的战役叫加里波利战役，在土耳其打的，打败了。纪念打败了一仗的 Anzac Day。 所以他们重要的节日，第一，国庆日不是独立日，而是被殖民日；第二，最重要的 Anzac Day 不是战胜日，而是战败日。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从它开始有了这个一点点实力啊，总得有点人吧。最开始只有10几万囚犯，那后来 Gold Rush 时代，就是这个墨尔本发现金矿了，他来了几十万人。然后人口一直增长缓慢，到黄金时代开始多起来，终于过了100万，有了几百万人，你都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觉得我可以为帝国做点什么事情了。这澳大利亚有2个心态，一个心态是觉得自己出身低，因为它不像北美殖民地啊，北美殖民地是因为宗教原因跑到那儿去，他囚犯呀以及底层啊等等的，所以他老有那种我今天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了，那我想证明我自己，我想为你们做点事情啊，就像一个人一直被大家看不起，说你去远处，然后去到最远处，这地方比美国远得多啊，来回一趟28个月。啊，这个最后说，终于我奋斗起来，种了点粮食，养了点羊，我想为我们这大家庭干点事儿，所以特别积极的参与到，最开始是英帝国，当然2战的开始是美国发动的所有战争，他都要参与。第二一个就是他觉得他远，所以他老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跳出来，这个在到处表演，然后让大家都记得我有这么一人在国际社会里叫澳大利亚的罗伯特，这得记住我这人，所以他叫无义不语。从他开始有点实力，那时候还没有成联邦啊，19世纪末，英帝国开始去殖民地打仗，他就开始跟着去，从埃及开始南下苏丹去打仗，澳大利亚各个自治领就说，我出点志愿军吧，我跟着你一块打去，这个显得我是你帝国的第1等臣民，所以就跟人一个打。苏丹打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是重大的世纪初的大战争，叫第2次布尔战争和另一场战争同时英帝国展开的时候，英帝国觉得实在是没兵力了，所以澳大利亚同时出兵，说我都支持你啊，你是我亲娘，我都支持你。另一场战争是什么呢？中国人民最熟悉的8国联军。所以8国联军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开始登陆的时候是8国联军，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变成了9国联军。为什么呢？1901年1月1号之前，1900年庚子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是英国下面的啊，所以它跟印度啊、什么香港啊、这个新加坡是一样的，就都是英帝国军队里的，你不能说我是一独立的啊。虽然拍照片的时候大家看看这8国联军照片啊，这就是人多了几个，就是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往那一站，旁边还站了印度人、什么澳大利亚人。但是这仗1年没打完呀，大家想想，这庚子年这没打完，打到1901年1月1号，突然澳大利亚独立了，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联邦、独立自治领，啊，成为一国家了，所以变成9国联军，多了一澳大利亚，这个，所以叫英法德俄意日澳什么，这澳是奥地利的澳啊，奥地利那是大帝国，还多了一个3点水的澳，这澳大利亚，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兵还派的不是很少，2个最强的州，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和这个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都派了陆军，啊，还有一个州派了一艘军舰就跑来了，有英国指挥官，这个高兴啊！为什么呢？英国的主力部队，因为布尔人特别能打，在那儿彪悍能骑善射，所以英国主力部队都在南非，在那儿跟布尔人打，那不是一般的战役，那10几万大军在那儿跟人打呢啊！
所以到了八国联军来中国的时候，英国指挥官一看，说我怎么这么丢人啊？怎么人家国家都是自己本土兵，俄国人都长俄国样，德国兵长德国样。英国部队里包括了新加坡军团、香港军团啊、印度军团，还包括一支来自山东威海的华勇营。这英国指挥官，你想那时候多么种族歧视，怎么看怎么别扭。虽然香港军队里其实有一个营是白人啊，还挺能打的。但是怎么看觉得别扭，觉得自己跟其他国家将领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自己统治着一堆这个有色人种不太好。所以当澳大利亚军队一来的时候，哇，英国指挥官太高兴了，说快来，我们这儿终于这英国军队成了正儿八经的英国军队，这说的也是英文，长得也是白人样。澳大利亚军队拿的这破枪破炮差到什么程度？整个八国联军的装备实际上跟清军不相上下，有一些国家还没有清军装备好啊。清军其实装备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多次讲过，他们大沽口登陆以后，打开天津军火库都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毛瑟枪数万支，啊，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几十门，在那儿摆着没人用。八国联军一看说，那我用得了。这澳大利亚军队也是拿着破枪从澳大利亚出发到香港，然后一看说你怎么这么破，就留下吧，用点新东西，从香港换了新装备才来的中国。到中国大家一看，哦，这是中国清军的装备，其实更好。然后而且对澳大利亚稍有点歧视啊，就是都是借给你的，说你就去中国打仗，然后等你这个打完仗再还给我们。于是澳大利亚军也拿了新式装备。还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在哪儿？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其他国家什么样子。那这澳大利亚太远了，你知道，那时候没电视什么这那，说其他国家军装都长啥样？说咱们别自己胡乱做一个，到那儿不太好，丢了咱们母亲国家的人。所以澳大利亚最逗的是，军队出发的时候带着布出发，每人带着好几尺布，没做军装。说咱们到了香港再看看，说这个其他国家军装什么样，咱也做身好看的军装。于是澳大利亚自己到了中国以后才做的自己的军装，而且是澳大利亚最羡慕美国。我看了很多澳大利亚军官当时的记录，说美国军装又干净又漂亮，但是最羡慕的军队是德国军队，说德国军队这个纪律又好，这个又庄严，然后又有效率。其中讲了以后看了以后特别气愤的一段，说德国军有效率什么程度？说把全匪抓起来，让全匪自己给自己挖坟。就挖坑，挖完坑自己挖好了坑以后，一排在自己的坑前，然后被枪毙，然后就都掉坑里去了。然后澳大利亚军官还说呀，好羡慕德国人，说他们设计的好严密，就是人家来中国，人家只是说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之间的事儿，觉得好像中国人不是人似的，完全就是那种态度。但是澳大利亚军队跟中国这下没有真打起来，为什么呢？这个他来的时候有点晚，在香港做衣服又换武器什么，到这儿是什么？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怎么打，说实在的，你想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东南各省都不打，直接跟各国签订了中立的条约，因为不受乱命，此起向全世界宣战10几国，所以实际上这些全匪能打什么仗啊？全匪10万全匪打一个有40多个人的使馆或者一教堂都打不下来，人家里边就30-40人，10万全匪冲上去打2月打不下来，更不说八国联军正规军来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怎么打，马上就打了。所以等他来的时候已经没事了，说那你干嘛呀？你来行刑吧，或者当警察吧。这澳大利亚军队最开始到中国来就是负责行刑的，就是已经被抓起来的那些全匪负责枪毙。但后来因为整个八国联军统帅是德国人嘛，所以德国统帅最后因为德国是最恨他们全匪，因为他们的大使被杀了。不光大使被杀，八国联军还有谈判代表团在天津去谈判的时候，又被清军把整个代表团几十人都杀了。德国是最气愤的，所以德国要求行刑的时候不能枪毙，只斩首。这下澳大利亚人受不了了，因为澳大利亚是个特别平和的放羊的国家，说斩首算了，那我们就不参加了。所以澳大利亚到了八国联军时代，到北京、天津也没干什么事儿，就当了几天行刑队。后来德国人说改斩首，他们就不干了，就退出了。然后跑到保定去抢了点东西，然后因为所有人都来抢东西嘛，澳大利亚人也一样东抢西抢，于是就参加了一次八国联军的战役，跟中国人第一次交了一回手。大家如果去堪培拉看的话，堪培拉有一个巨大的战争纪念馆，你看起来像一个大坟包那样的，然后外面有所有在历次战争中，大概第一次就是去苏丹这个战争，然后就是布尔战争，然后八国联军就他们叫什么义和团战争之类的，然后1战2战等等等等，所有战争之间，他们叫为国捐躯的这个澳大利亚军人的姓名都刻在上面。就是澳大利亚还是很感谢这些军人的啊，因为他们觉得这国家有今天那些军人起了很大作用。会有一个这个八国联军时期就义和团战争的这个阵亡名单，你仔细看一下这阵亡名单，一共6个人
啊，所以来参加八国联军到中国来，一共死6个人，这6个人没有一个是中国军民打死的，5个是病死的，有1个是精神病自杀了，所以这澳大利亚跑到中国来一趟。啊，但是还没完事儿啊！要说中国人民在逐渐站起来啊，紧接着要跟中国再交手，紧接着就来了一战。一战是打起来了，越打越激动，越打越激动。开始打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说彻底打没你，把你这国家灭了都没有。不像二战，二战因为有明确的正义啊、非正义啊、被侵略、反侵略啊等等等等。一战说，法国只是说。那我跟俄国有同盟关系，英国说我是为了保证比利时中立，大家都没到那程度。就澳大利亚因为跟随英国这个有点打了鸡血一样啊！一听说英国宣战，澳大利亚立刻激动极了，马上首相到议会讲话说，我们马上跟着英国宣战，我们立刻要去欧洲打仗去，说啊如何如何，而且各国宣战中间最强烈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说什么话？说我们要为大英帝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先令。大家想想看，这澳大利亚疯了，准备打到最后一个人，不但在这宣誓说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先令，而且还把人同盟国的侨民都抓起来了，关起来了，这可比较少见啊。当然了，欧洲各国都是民族国家，移民也少，但是移民国家美国也参战了，美国也没那么严重。说实在，但是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曾经关过日裔移民，这个是美国后来不停的道歉啊、赔偿啊，但是确实是被打成那样的。美国为什么关日移民？因为美国仇日情绪高涨。这澳大利亚人家同盟国没打你，人没轰炸你，没干啥也没干，把人同盟国的那时候的同盟国就是什么德奥啊、土耳其什么这些叫同盟国。啊，这个二战的时候也是，他又把轴心国这些侨民不但不允许人移民，拒绝移民，然后又对人家各种各样的关起来呀，什么样，就是他澳大利亚离得越远的叫得越凶，人家欧洲国家还没这样，他先打了鸡血了。好，于是就有了大家知道这个 ANZAC 这澳新军团，然后到了前线，还成时尚风景啊，因为大家那之前大家除了八国联军人太少了，广大的欧洲军队都没怎么见过这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这个欧洲人、白人，他们一看就是澳新兰，因为他们的衣服跟欧洲都不一样，他们戴那种宽檐卷边软帽。然后穿那种短的那种茶色皮靴，他们这儿羊也好，牛也好，所以到那儿一看，说虽然长得是白人样，可是一看就不是欧洲军队，一看就是那种特遥远的远方来的军队，但是能打呀。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尤其澳大利亚军队还是挺能打的。但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你像囚犯、底层人民、牧民、矿工，有大量的矿工参加一战的军队，而且大家踊跃到什么程度？一说打仗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先令，哇！澳大利亚人民跟打了鸡血一样，所有的年轻人去排队报名。澳大利亚是没有征兵制的啊，英国已经是征兵制了那时候，但是澳大利亚是志愿兵，就志愿兵全国人民年轻人去跑征兵站报名去，啊，在那儿排队，居然有40多万人报名。澳大利亚当时一共才有400万人。就400万人的一国家有40多万人去报名参军去，就咱们讲新西兰时候讲过，这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啊，于是大军上前线，然后到了前线跑的主要在中东地区啊，帮着英国打，然后从那又把军队又调到了最重要打的就是加利波利。加利波利是漫长的打了这个700个月，这个澳新联军大军在滩头阵地上啊，就一直没打进去，在滩头阵地上就跟土耳其和同盟国军队打了那么久，最后打败了，撤出来了，然后牺牲是非常惨重的，所以才有今天的澳新军团日他们的这个。但是虽然打败了啊，这个牺牲很惨重，牺牲多少人呢？一共战死将近7万人。你想一个400万人的国家啊，然后战伤20余万人。就是将近30万人吧，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一战中间牺牲的比例，应该算全球最高的。就这俩离得最远，跟他们最没关系国家，上前线为他们母亲 ，homeland， 这叫我们的母亲国，然后去比划去了。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全世界认识了这国家澳大利亚。啊，认识了这些戴着宽檐卷边软帽、穿着茶色皮靴的这些澳大利亚人，确实是为国家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表演了一通，唱了戏。1935年，澳大利亚才有外交部，这之前澳大利亚叫独立的自治领，还没有独立成有自己的外交权利。但是因为他在一战中间的浴血奋战，英国最后跟澳大利亚谈判，澳大利亚坚决说，在巴黎和会的时候，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时候，我要当成一个独立国家参加会议，我要有签字权。最后英国同意了，当然因为他也是白人自治领嘛，所以在巴黎和会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没签字啊，
中国因为这个五四运动闹得没签字，很多国家都没签字啊，很多国家什么捷克呀等等东中欧觉得对自己不公的国家都没签字，澳大利亚签字了，澳大利亚成为重要的战后战胜大国之一，不但签了字，而且获得了德国大片殖民地，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几内亚这一大块这块地方的相当大一部分，原来德国殖民地就归了澳大利亚了，变成澳大利亚托管地，所以这个战争它算是赚了，应该这么说吧，死了点人民，但是你说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啊，贵族们指挥的一战死的人是最多的。二战时候，澳大利亚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从拼了命的跟着英国在一起，拼了命跟母亲在一起，变成了跟大哥在一起，就是二战中间。这时候要说到英国，包括丘吉尔这种老贵族，他心里头当然觉得你是白人，你比印度什么香港当然跟我亲，但是你跟大英帝国本土比起来，您这澳大利亚还是可以放弃。大家知道二战一开始的时候，日本并没参战，日本在那跟中国两边打，两边都没宣战，跟中国打，真正宣战是在欧洲39年开始紧接着波兰也灭亡了，是法国也投降了等等，大英帝国最后撑不住了，大英帝国全靠全体自治领一起撑着帮英国，当时就剩英国一个国家了其他国家的比利时、荷兰、挪威、法国全完蛋，然后就英国靠什么？英国就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大家知道这北非战场上英印第7师，然后这澳大利亚第6师、第7师、第9师，这都是精锐部队在北非。大家看到讲隆美尔什么沙漠之狐，在跟英国打，那英国部队都是什么部队？一看都是这个，那已经算是我还可以吧，我对你又是尽忠可以了吧？但是你也得想着点我。紧接着就是一直到41年的时候，日本突袭珍珠港，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前几小时。可能算的时间有点失误吧，其实应该第一颗炸弹落下来以后再进军东南亚，但日本不知道是陆军不等海军了，还是时差算错了，这边珍珠港还没扔炸弹之前，陆军就已经向东南亚进军了，等于同时这边轰炸珍珠港就击破美国太平洋舰队，然后这边就进军东南亚，一路势如破竹打到新加坡。澳大利亚一看这不行，因为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国家最重要是大英帝国给的保证。为了报答母亲的保障，当然去帮母亲打仗牺牲都没关系。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加坡是无比强大的，因为是大英帝国的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堡垒，又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2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停在新加坡，然后又有10几万英帝国大军，澳大利亚还把精锐的第8师也派到了新加坡去一起防守。结果做梦都没想到，是日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马来亚，那时候都是英国殖民地，在新加坡只打了区那么点时间，新加坡的居然英国也是个贵族，就是英国，哎呀，这些贵族指挥官居然带领10几万英帝国大军，还包括了澳大利亚精锐第8师15000人，向日军投降。当时丘吉尔在日记里就写，这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投降，10几万大军日本军还没他人多呢，然后居然向日军投降，一下子你想新加坡投降，大家看看世界地图，这离澳大利亚已经很近了紧接着就是在大海战中间，日本联合舰在大海中间打败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因为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组成了整个盟国的远东的主力舰队，在爪哇海大海战中间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爪哇海海战以后，印尼又被占领了，印尼就已经在澳大利亚脑瓜顶上了。这个时候澳大利亚已经完全疯了，尤其他最仰仗的新加坡陷落以后，那2艘伟大的战列舰，他觉得伟大的还被日军轻易就击沉了。澳大利亚当时慌作一团，说哇，终于，然后就跟英国请示说，把我们在北非战场上最精锐的我们第6师、第7师、第9师调回到澳大利亚，我们就准备国土都要被日本占领了，而且日本真的轰炸了达尔文港，就是澳大利亚从建国到现在本土被轰炸，就只有2战的时候被日本轰炸。而在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最北部的港口，在达尔文港投掷的炸弹的数量、吨位比袭击珍珠港还要多。大家想澳大利亚吓成什么样？说美国这么强大，炸我们的用的炸弹比珍珠港还多，于是就跟丘吉尔请示说，把我们北非战场调回来。丘吉尔居然不同意。这个时候，英帝国主义真的撕下伪善面具，什么你白人自治领跟我一家子，我现在大英帝国都不行了，这个我坚决不放最后澳大利亚就为这事跟英国急了，就两边电报骂起来了。澳大利亚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把军队调回来。然后英国就两边吵来吵去，最后妥协成把第6师、第7师2个精锐师调回澳大利亚，精锐的第9师还是留在了北非战场。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澳大利亚心凉了。
大家知道你是我母亲，我这不行了，日本人都打到我脑瓜子，都这样了，你为什么不把我军队调回来保护我自己啊？你本来应该不但我军队调回来，你应该派军队保护我，是你对我的保证。结果大英帝国在这个时候居然干这事儿，英帝国干这种事儿干多了，所以澳大利亚居然就公开的由首相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是直接打了母亲的脸，因为你对我太不仗义了，最后还留我一个诗，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澳大利亚的国策全面的转向依赖美国，从此跟大英帝国脱开这种依赖关系，而且澳大利亚把货币都换了，从镑换成了 dollar， 这 dollar 而且是跟美国的美元挂钩的了，所以完全倾向美国。然后二战的前半拉是在北非帮英国打，在新加坡帮英国打。后半拉变成了保家卫国，所以这个又不一样了啊！一战实际上刚开始虽然热情，但一战打得太残酷，所以一战后来的时候，澳大利亚已经很少有人参军了。澳大利亚甚至还讨论过是不是要征兵，就是政府讨论过，为了帮英国，最后被议会否决了，没征成兵。但是二战的时候踊跃参军，因为是保家卫国的战争，而且打了漂亮的战役，最漂亮的就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知道日军在整个的二战中间，这个伤亡最大的3块地方正好看到最近不是安倍晋三跑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向20万战死的日本亡灵去鞠躬去了嘛，还祭奠了山本56，然后这个各国媒体非常愤怒啊，除了澳大利亚，总理居然还说日本军队在二战的时候还挺有荣誉感，什么技能很好之类，他都忘了澳大利亚军队怎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跟日本人打。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场是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死亡第3多的。战死第3多，日本战死第1多是在中国战场，整个中国战场大概40多万，加上那时候伪满洲国是因为是一个国家嘛，他也向各国宣过战啊，所以他算战败国啊，所以但我们算统一国啊，这两个加在一起，伪满洲国的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的关内地区的大概是50多万人，打死了50多万日军，其次就是菲律宾。菲律宾被美军打死的日军是单独算的话是超过了中国关内地区的，是也有50万大概，但中国加上东北地区是排第1，菲律宾排第2，第3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这个战场上打死了20万日军，在这个战场上澳大利亚军队是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个战场初期的头1-2年里，就是澳军独立作战。大家知道美军在菲律宾10几万大军，最后在巴丹半岛弹尽粮绝投降啊，统帅麦克阿瑟也跑了，麦克阿瑟跑澳大利亚去了。但是麦克阿瑟跑到澳大利亚以后，在墨尔本受到了澳大利亚人民热情的游行欢迎，麦帅来了，麦帅太逗，打了大败仗。但是澳大利亚觉得这个西点军校校长麦克阿瑟来了，那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有保障，我们的母国不管我们了，美国管我们，所以麦克阿瑟弃了菲律宾逃跑的时候，开始还说共存亡，后来就跑了。但是这个时候离美国大军征兵来训练好，能打仗，能被海军运来，还有漫长的距离呢。在这长时间里，英帝国也不管，美国也没喘过气来，澳大利亚独立承担了抵抗日军南下的任务。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家如果看地图看到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南边有一个大港口叫莫尔斯比港，这莫尔斯比港如果一旦被日军占领了，那战局完全不一样。莫尔斯比港如果占领了，从莫尔斯比港起飞的飞机就能覆盖整个澳大利亚东边最重要的地区，包括墨尔本、悉尼等等。出发的战舰和飞机如果能覆盖这儿，美国就没办法运东西，因为美国当时海军还没那么强嘛，没办法运任何东西到澳大利亚来，因为被封锁住了。如果澳大利亚能够这么被封锁住，澳大利亚就要被占领。澳大利亚如果被占领，美国就失去了从西南太平洋反攻的大本营和大基地，那再反攻就从美国本土从洛杉矶出发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莫尔斯比港最终没有被日本占领，这个澳大利亚军队居功至伟。当然日本自己笨也是，咱们以前讲过多次日本自己笨就是各种战略上的笨。其实当时2月份，这41年12月7号这个袭击了珍珠港，进攻东南亚。42年初早就已经打到这巴布亚新几内亚了。如果当时2月份的时候直接从陆路进攻，后来著名的叫科克达小道，从科克达小道陆路进攻，澳大利亚军队还没从北非各方面调回来的时候，那完全就可以直接从陆路占领莫尔斯比港。但是日本陆海军极不和这咱们讲了很多次，海军在那吹牛说你不用，你那多麻烦，你这陆路那科克达小道补给又困难，要走不了车，我登陆，我海军那么强大，我登陆去就行了。结果拖到等海军去登陆的时候，爆发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海战，就著名的珊瑚海战。结果珊瑚海战，日本2艘航母一沉一伤。这个美国虽然也被打沉1艘航母，但是阻止了日军在莫尔斯比港登陆。日本看
这海军登陆你不行了，那还得靠我陆军。于是陆军才开始从整个北岸，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北岸出发，沿着这个科克达小道去进攻莫尔兹比港。然后日本强大的海军那时候还是很强大呀，又跑去中途岛。你说你为什么不集中精力把莫尔兹比港打了，先把澳大利亚这事儿？当时是有进攻澳大利亚计划的，而且完全攻得下来。澳大利亚的海陆军都没法跟日本比，当时美国海军也没什么东西了已经。结果就是因为一件特小的小事，就杜立特指挥一艘航母，跑到航母上起飞 B-25，咱们看珍珠港的电影讲究这事儿，跑到东京上空扔了几个小炸弹，其实没有形成什么威胁，但是日本海军觉得要切腹自杀了，说天皇被惊扰了，于是为了不让美国再有这种航空母舰过来，想把战线向东推，才有了去占领中途岛。中途岛实际上远远没有莫尔兹比港有在太平洋战场有战略价值，就在中途岛一战。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4艘航母主力全军覆没，然后于是这儿就只剩陆军了。最后陆军从科克达小道南下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军队都已经调回来了，所以变成了澳大利亚军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跟日军血战。这一场血战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间极其少有的，应该说是最残酷的血战，因为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到今天都是蚊蝇丛生、疟疾丛生，然后那个小路根本就是车也走不了，是飞机也看不见，所有的人两军都得靠自己背着东西，当然两军都弄点土著帮你背着东西，然后两军就在这种丛林中间补给什么都跟不上的时候，伤员根本送不下去，然后根本没办法留俘虏，因为我自己都没吃的，所以两军都杀俘虏。那时候不光日军杀澳大利亚俘虏，所以澳大利亚也战到最后一个人，绝不投降，因为我就亲眼看着投降被你杀死。日军说我要不杀你怎么办？你这俘虏还得吃饭，我这背上背的口粮，日本军有很多都是饿死的，我口粮都没有，所以澳大利亚军队也是。所以两军都杀俘虏，两军都打得极为残酷，而且大量都是在丛林中拼刺刀，不是其他的像美军那种大炮轰飞机上，两边就是拼刺刀，在丛林中间拿牙咬，就拿铲子砍，就属于那种。在这个时候，我那时候预告的时候说，澳大利亚跟中国打过3回有2回是正经跟中国打，八国联军1回，朝鲜战争1回，这回是在丛林中，澳大利亚军队遇见了日本军队中最善于丛林战、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就是由我们中国的台湾同胞、台湾的原住民组成的，叫高沙义勇队。这个事情在台湾到现在都很敏感，台湾经常看到新闻，为了这高沙义勇队，什么高金素梅，天天跑到那靖国神社抗议，说把我们高沙义勇队那些牌位从靖国神社拿出来，因为高沙义勇队是台湾原住民，是台湾人民，台湾人民。之前我们曾经讲日本人讲过咱们雾社事件，雾社事件就是大家看赛德克巴莱这个著名的魏德胜的电影，1930年的时候，高山族人民雾社事件起义，在山中间跟日本人打游击，虽然被镇压，但日本人突然发现这高山族人民，当然他们不叫高山族他们统称高沙族，日语里管台湾就叫高沙，他们觉得这高沙族人挺能山地打仗的嘛，丛林战很厉害，所以等到日本开始打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发现东南亚这全是丛林，就开始从那征兵。高山族人民本来对汉人什么郑成功什么荷兰人，什么清朝什么一概都不喜欢，反正你们这些汉人，所以对日本人其实没有汉人那么恨所以他们还汉语不说，但是说日语。高山族大部分人民不会说汉语，他们说自己本民族语言，一说日语，所以一旦征兵的时候，居然出现了大批的高山族人民去应征为天皇尽忠去这件事在台湾到今天有特别大的争议，因为今天高沙义勇队在台北县的纪念碑曾经被台北县政府就是国民党掌权的要求拆掉，因为上面是用日语写的，怎么为天皇尽忠怎么样，然后说这怎么可以呢？说拆掉。但台湾今天说，就是大家又抗议说，你看今天民主社会，我们是一少数民族，我们愿意自己纪念，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的文化的认同就是这个认同，你不能强迫我重新认同我自己的历史，然后就大家又打官司闹什么闹得很多。但是当时确实是高沙义勇队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前线，所以跟澳大利亚军队在前线就硬碰硬打起来。所以澳大利亚第2次遇见中国人，完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一个都没被中国人打死的那时候了。但是打到最后，澳大利亚胜了。日军最后实在是补给也跟不上，弹药也跟不上，就饿死的、病死。澳大利亚自己也牺牲很多，上万澳大利亚的士兵这回真是为国捐躯紧接着就是开始美军反攻了美国大军加上澳大利亚大军，澳大利亚先后4、5个师的大军，然后登陆巴布亚新几内亚，然后加上美国4、5个师数十万大军所以在整个太平洋战争后期，所谓的西南太平洋战场
太平洋战争是分了2战场，由尼米兹海军5星上将指挥的叫太平洋战场，或者叫中太平洋战场，是一路从珍珠港出发，一路打到什么中途岛过来以后，就是什么硫磺岛啊，什么塞班岛啊，关岛啊，这个一路打到冲绳，这是这一路。然后麦克阿瑟指挥从澳大利亚出发的叫西南太平洋战区，是一个平级的大战区，是一路向北打过。首先从澳大利亚出发就要打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歼灭20万日军啊，最后在那里获得最大胜利。然后继续向北是菲律宾，当然是越岛作战啊，很多他重兵布防的什么拉包尔什么都没打啊，越岛又到菲律宾歼灭了50万日军，然后又越过台湾，然后才会师在冲绳这一带2个大战区，所以这个是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重要的出发的大战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当然海军主要是美国海军啊，但是澳大利亚至少占到1半功劳，所以澳大利亚在2战中间是确实保家卫国，也打出了自己的军威，也打出了漂亮仗。然后整个澳大利亚的就转向了美国，就刚才讲过大英帝国再见啊，其实也没再见，澳大利亚后来就变成了一直就叫无意不语，每一仗他都去。2战之后他打了多少仗呢？我给大家数数啊。他先是跟美国就打了韩战，他去了啊，这个越战他去了啊，海湾战争他去了，阿富汗战争他去了，伊拉克战争他去了，凡是美国打他都去了。所以他虽然没发动过一场战争，但每场战争都努力的去了，而且还非常努力。韩战期间，澳大利亚是极少数的陆海空3军都出动的。陆海空都出动的国家是不多的，大概只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大概就这么几个国家。澳大利亚是军舰、飞机、陆军全出动，而且正儿八经跟志愿军还打了几仗啊。但是在双方战史中记载不太一样，反正我军战史记载的是跟着英国这个什么27旅打的时候，然后全歼他们如何。澳大利亚这个军史记载的是当然了。它分了2个阶段，前面的5次战役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打到1951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战史记载是怎么掩护大军撤退，怎么2个营抵抗住这个温玉成1个师的进攻，然后成功的怎么着，反正两边记载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了1953年马上停战之前，两边互相敲打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军志愿军第一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和澳大利亚军队又打过大概7、8次小仗吧，两边记载也不一样，反正都说自己赢了。朝鲜战争总的来说最后停在38线了嘛，就总的来说打一平手吧。总而言之，澳大利亚跟我们是八国联军的时候跑来欺负我们1次，然后在2战中间遇见了日军中间的台湾同胞高沙义勇队，然后到朝鲜战场上终于知道中国人不那么好惹，打了一平手。之后就是所有的美国参加战争他都参加了，越战中间去的人还挺多，越战中间澳大利亚出动了8000多部队，在那越战中间打的还挺大。而且战绩、伤亡率等等，总的来说平均下来，因为美国人多嘛，美国几10万大军，比美军好像还战绩还好一点。但是他的这个前母亲英国打的，他也没少去，他跟着英国又去了哪儿呢？又去了印尼，去跟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又去了马来亚，去跟共产党游击队，又去了文莱。所以你说这澳大利亚得有多忙活？这是一大哥，这是一前妈，不是后妈，然后就无意不语的这么一个。但是又没有一场战争是他发动的，你说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他的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一个他觉得自己出身低特别想努力的证明自己，一个他觉得自己距离世界中心舞台太远，特别想跟着大家一起。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演配角的所以他从来没企图演过主角说一直演配，但是我也要演呀，得有我呀，这演员表里得有我。当然最近好像演主角，最近就是咱们从这个澳大利亚系列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敢骂中国了。澳大利亚跳出来了，澳大利亚跳出来说你这你那的等等，原来从美国什么加拿大、这个德国、英国、法国嘴里说那些话，现在转到从澳大利亚嘴里说出来了。我觉得这跟刚才说的这个心态也有关，就是觉得反正我不怕你，反正我离得又远，我能怎么着？其实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第1大贸易伙伴并且是最大的投资人之一。中国有大量投资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的矿产主要卖给中国，然后再卖到全世界去，中国的产品但是澳大利亚也觉得，那我必须是不是我来？我是白人国家，我白人最多，我得坚持一下我的那个什么普世价值等等。但是嘴上说不要，心里却说不要停。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需要中国的钱呐。
再不喜欢亚洲人，他也没办法。现在最开放那种500万澳元的买房子、投资就能来移民，然后旅游也是天天求着中国人来旅游。大家现在去包括悉尼什么地儿看，到处都是中文，然后每个地方都可以刷银联卡。所以嘴上虽然说不要，心里想的不要停。所以澳大利亚这嘴硬啊，也嘴硬不要2天了。所以这个骂中国这件事儿，从美国骂、苏联骂开始。然后后来变成英国骂、法国骂、德国骂啊，现在变成了澳大利亚骂、加拿大骂，估计再下来就变成了斐济骂、什么汤加骂，然后一些在左边开车的英联邦国家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啊，作为我一个自由主义读书人来说，这些国家被人骂多了当然不好啊，爱国主义很不同意，说你们都骂我们祖国挺好。但是如果没人骂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一个国家总不能没缺点吧，它一定是有缺点的。有缺点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说你2句，就像你这家里头确实有点问题，你家里老打孩子，比如说，或者你家里重男轻女，那邻居们啊偶尔过来说2句，或者你打老婆，那邻居们拉架，其实也挺好。但是如果你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大，您变成一大地主坐在那儿，然后谁也不敢管你了，你一管你放狗咬人啊，不管你得给钱给粥喝，这个也有问题。就您这家里最后没人管了，那就得自己人民来管一管了。好，这话题不多说了啊。总而言之，跟中国的关系一定是越来越好，就像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好，这个澳大利亚历史基本因为很短啊，这个不像欧洲可以讲无数，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一部啊，天天跟着大家出去打仗的一部可爱的战争史。然后在本土上其实一直都挺好，安静平和啊，一直发展的不错。这个网友的提问啊，说是为什么这个囚犯跑到澳大利亚来了？成本还挺高，确实是一想想这囚犯国家还得花那么多钱弄这儿来啊。当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法治国家啊，确实也把法治出口到了所有殖民地，包括澳大利亚。但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是很血腥，那时候叫 Bloody Code。Bloody Code 意思就是血腥法，血腥法就是甭管轻罪重罪什么，甭管你偷一面包偷一什么东西，反正一律都抓起来。你偷一兔子都杀头了，那各种轻罪都抓起来，也没有后来那么细的那些法律什么陪审团都没有，一律抓起来关起来。结果导致特别野蛮的关了太多人，监狱关满了没地儿关，后来怎么办？关船上，英国海多嘛，就关船上导致疫病流行，然后死亡率都高达30%，就实在没办法了，说那怎么办？那运到殖民地去吧，啊，让他们到。其实中国过去也是，中国过去那次配制度啊，其实也相当一部分想的是能够开发边疆。因为这些人被刺配以后到边疆去，带去了汉人的耕种啊、织布啊等等东西去，所以英国也一样，说殖民地，那好多人不愿意去殖民地，那时候殖民地死亡率也很高。咱们讲大航海时候讲过，说那你去北美殖民地吧，就是开始去北美殖民地。但是北美殖民地1783年独立了，1783年最后签了在巴黎签了条约，他独立以后不要你囚犯了，我已经成一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那怎么办呢？所以1788年就是他们这儿庆祝的国庆啊，1月26号。正式的第一批囚犯到这里，舰队到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也是澳大利亚的国庆日，囚犯正式来到了澳大利亚，啊，当然主要集中在这个悉尼所在的这新南威尔士州啊最开始，然后差不多这8、9、10年的时间来了10几万囚犯，这个就是第一批开垦澳大利亚的人，后来才是 Gold Rush 发现了黄金等等，那时候为了金子来了，中国人也来了，什么也来了。